我和闺蜜有个暗号，在遭遇危险的时候，会发一些奇怪的信息向对方求救。当时闺蜜还打趣道：“要是哪天我给你发奇怪的信息，你可一定要救我呀！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，但没想到暗号很快就用上了。这天凌晨2点，我被手机消息声吵醒，拿起床边的手机，原来是闺蜜小美发来的消息。她说要出差1个月，让我有空去她家喂一下猫，还有冰箱的芒果汁要过期了。看完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顿时睡意全无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我和小美认识10几年，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。首先，她是自由职业，根本不可能有出差之说。其次，她不但不养猫，甚至她会对芒果过敏。我心慌意乱，下意识地想拨打她的电话，可很快反应过来，她尝试用这些反常的话来暗示我，而不是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那很有可能是歹徒此刻就在她身边，能注视她的一举一动。我想打开灯，可外面好像停电了，一片漆黑中，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窥视着我。我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先给许江打了电话，随后报了警。许江是我的男友，他很聪明，人也很高大，不管接下来要干嘛，有他在身边，我总会感觉安心一点。见到许江，我立刻扑上去抱住了他，很没形象的大哭起来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警察也到了。经过简单交涉，我们去往了小美家里。刚到门口，便闻到一股血腥味，我不禁打个寒战，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我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伸手去包里拿钥匙。人越紧张，越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平时放在包里的钥匙，今天怎么也找不到，似乎看出了我的恐惧。许江从背后轻轻抱住我，不怕，我在呢。我深吸几口气，勉强保持冷静，终于找到了钥匙，打开门。小美家里没有开灯，空气里刺鼻的血腥味让我难以喘息。我紧紧地盯着那扇房门，心里没由来的恐慌。警察率先进去，摸索着打开客厅的灯。我惊魂未定地看着客厅中央，这一幕让我永生难忘。小美死了，在自己家的客厅，她的脸被划烂，身体也被捅了很多刀，血流的到处都是。我吓得尖叫出声，眼泪根本止不住，都怪我来晚了，要是早点来该多好。警察在不远处说道，凶手极其残忍，你要是早来，只会多一具尸体。警察很快拉起警戒线，调取监控的警员也无功而返，周围的摄像头都被破坏了。我靠着墙呆站在门口，心里一阵茫然。最好的闺蜜惨死家中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不对，我们之前会一起玩推理类的游戏，她既然会提前给我发暗号，那么一定藏了些信息在家里。我起身走向她的卧室，里面的陈设非常简洁，而且很干净，但有个地方却很突出，书架是乱的。我走过去翻了翻，发现这一堆东西放在一起，最里面有一本书，就好像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是为了掩藏这本书。我打开看了下，有一页被折了起来，上面还有一句话画了线：小心男人。有些人很擅长伪装，伪装谁？他能认识的男生是一些同事，但是我了解他，她是个妥妥的宅女，平常团建什么的根本不会参加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在一起的。男人不会是许江吧？不可能，许江不会是这样的人。许江那么温柔，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我放下了书，出了卧室，看到了许江在等我。他担心我的精神状态，就带我去了他家。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他家，上次还是我们3个在一起喝酒，现在却只有我和他了。他去厨房帮我倒水，我在沙发上根本坐不住，一停下来就会看到小美惨死的模样。我起身逛了逛，来到卧室里面，没想到他卧室装修的这么暗，隐约觉得有些阴森。突然卧室的书架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那上面有一整排的恐怖故事。明明他跟我在一起，连恐怖片都不看。我拿起一本犯罪心理书，翻了翻，发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笔记，好像是一些分析杀人手法的细节。我抬起头，突然发现这本书原来放的位置里面还有个隔板，这个木板和整个书柜的颜色不一样。我推上去后，在里面发现了个笔记本，第1页就有一个人物关系图，中间的女生是一个网红，我记得被报道出来时就是死亡的很蹊跷。接着几页都是一些类似的关系图，我翻着翻着，突然我的照片出现了。这一页和别的不同的是，离我最近的女生小美被划了个大叉，还有句用红笔写着的话，看了不该看的，不能留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突然想起小美藏的消息，小心男人。难道小美不小心发现了他的计划，然后就被灭口了？我顿感脊背发凉，颤抖着拿出手机报了警。刚一挂，许江就端着蜂蜜水进来了。他看着我手上的笔记，你都看到了，那么你也不能留了。他猛地把手上的杯子捏碎，砰的一声，我吓得瑟瑟发抖。看着他扭曲的面孔，拿着玻璃片向我走来，他的眼里已没有往日的温柔，现在就像个野兽，眼中充满血丝。我害怕地求着他，别杀我，我是你女朋友啊！哈，求我！你们这些女人就只想着钱，为了钱什么都做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瞧得起我，我要把你们女人杀了，都杀了！
我没想到他已经疯到了这种程度，他直接抓起我的头发往墙上砸，剧烈的疼痛在脑部扩散，还没来得及站稳，他又拿起玻璃片划伤我的脸，一股血腥味蔓延开，恐惧感让我想起了小美死亡的样子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拖延时间，我已经报警了。虽然头真的很晕，但是我得拖住他。我冲他喊着：“你个疯子，你就是心理扭曲，你毁了多少个家庭！”突然他甩了个巴掌给我，啪的一声让我呆住了。他捏起我的下巴，从高处蔑视我。那又怎样？你们这些人的脸我看着就恶心。就在我视线都模糊了的时候，突然外面的门被踢开，警察来了。他们很快制服了许江，我靠在墙上，久久回不过来神。转眼过了好几天，我带着伤，拿着花去了小美的墓地，看着她的墓碑，心疼与不舍涌上心头，冰冷的泪不自觉流下，哽咽着：“对不起，是我看错人害了你，坏人已经被抓住了，正义虽迟但到。”如果你被困在自己家的卫生间里，没有窗户，没带手机，你会如何脱困呢？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是个怀揣梦想的北漂青年，为了房租便宜，不得已搬到设施破旧的小区。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将会变成困住自己的枷锁。这天凌晨，随着剧里的强哥下线，追了多日的电视剧也终于完结。我把小狗放在一旁，走进卫生间里洗澡。按照以往的惯例，我都会为了人身安全把门反锁。可这个保护措施竟让我差点丧命。这个厕所是个暗厕，空间狭小，也没有朝外的窗户，导致空气十分稀薄。我快速洗完后便打算出去透透气，可当我转动卫生门锁时，意外发生了。平常很顺利就可以打开的门，今天却纹丝不动。我傻眼了，门锁不会这个时候坏掉吧？里面的空气本就流通不畅。我再次尝试转动门把手试图打开，难不成是锁芯卡住了？我赶忙拿起卫生间的镊子，用尖头的部分深入锁孔里拨弄，可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我实在受不了，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得被憋死。我拿起花洒就使劲往门上砸，一下两下，丝毫不见起任何作用。奇怪，平时咋不见这个门这么结实？突然，门上的一块玻璃碎片滑落，我仿佛看到了生机。我察觉到门外似乎有人，我便大声呼救，可没人应答。事已至此，我必须要采取措施。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出去，摸到了门锁上插着的钥匙，用力转动，这下锁芯彻底断掉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陷入到了绝望中。我平时没有洗澡时带手机的习惯，所以无法报警寻求帮助。我透过玻璃看向钟表，现在已经凌晨3点了。我只好先保存体力，待到白天再准备自救。不一会儿，我便背靠角落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事先预定好的闹钟吵醒，我开始大声呼救：“请问有人吗？能来帮帮我吗？”喊了好一会儿，我觉得喉咙有些嘶哑。而这时门外也终于有了一些动静，一户独居的中年大姐隐约听到了叫声，在门外叫道：“大早晨的干什么呢？”这个人平时脾气有点怪，不太好打交道，虽然不愿意和他接触，但毕竟他是我脱困的唯一希望。我耐心解释道：“您好，我被锁在厕所里出不去了，家里又没有别人，麻烦帮我报警好吗？”可是他却非常警惕地问道：“你一个人在家洗澡，为什么锁门？是不是在干什么违法的勾当？”我连忙解释说是自己的习惯。当解释我手机在外面拿不到的时候，大姐却怀疑地问道：“你为什么洗澡不带手机？”我一时间不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只好继续苦苦哀求，希望他能帮帮忙。我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呼喊着，可没想到门外只传来一句话：“你说你被困了一夜，声音怎么还这么大？我看你精神很好的样子，你别随便开玩笑。”说完就再也没声音了。大姐最终还是没有选择救我，而在那之后，无论我怎样呼救，我家附近也再没来过人。我现在又渴又饿，心里仅存的那一丁点希望也早已消失殆尽。我害怕地蜷缩在冰冷的地上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，不知不觉中再次睡了过去。这时，手机备忘录响起，并把我吵醒，通知今天下午会有个快递。我顿时欣喜若狂，整整一个下午，我都趴在卫生间的门上，仔细听楼道里的电梯声，一有声音我就会大声地呼救，直到我嗓子喊哑，瘫坐在地上。快递也迟迟没到，想必是快递小哥打不通电话，就直接放柜子里了。扑面而来的绝望和疲惫感瞬间打透了我。我已经1天没有进食了，纯靠喝自来水才有一点力气。而我用着这仅存的力气，拿着花洒不断敲击着水管，不知道敲了多久，伴随着绝望，头也感觉昏昏的。我家的小狗突然开始不停地嚎叫，好像是觉察到我有危险一样，爪子也在不断地挠着卫生间的门。可现在的我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，眼前一黑。再次醒来，我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了。警察叔叔跟我描述了经过，因为我家小狗焦躁不安的嚎叫，引起了楼上邻居的注意。他来到我家敲了敲房门，很快意识到了不对，便直接打电话报了警。终于，历经30个小时，警察破门而入，在卫生间里晕倒的我成功获救。回到家后，我一边喂着小狗，一边回想那噩梦般的遭遇，不禁流下了眼泪。
我一度以为自己要死了，拿起了还在充电的手机，本以为失联1天多会有很多人在找我，可根本没有任何消息，就连约好去逛街的朋友也没有给我发信息，只是打了一个电话，看到没人接就没再问了。时间一天天流逝，一天晚上，我收到了一个快递，打开后里面空无一物，只有张纸条，我正在看着你，这不禁让我细思极恐，立刻报警便马上搬了家。如果你发现一直有人盯着你家窗户，你会怎么应对？早上我拉开窗帘，突然发现楼下有个奇怪的男人，透过他木讷的眼神，我很快觉察到他在望着我。他想干嘛？这种被窥视的感觉真的让我反感。我怒视着他，好在他最后识趣的离开了。我没再多想，谨慎地锁好门去公司上班。一到公司，小美就跑过来告诉我昨晚发生的大事。听说咱小区昨天晚上有个女孩被害了，凶手提前躲在衣柜里面，等主人晚上回来后侵犯并杀了她。咱们小区代入感太强，我已经开始害怕了。凶手会不会是早上那个奇怪的男人？我是不是被盯上了？果然在晚上回家时，透过身后的人影，隐约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想起早上小美的话，瞬间汗毛竖起，我不敢回头，只能加快脚步跑到家，迅速反锁好房门。喘了好一会儿，我想着上网转移一下注意力，随后看到网页中一则信息，最新的实景地图已经上线，并且街道的拍摄工作已经完成。出于好奇，我也赶忙输入了自家的地址。在搜索完成后，屏幕中出现了家附近的场景，我顺着街道找到了自己的家。突然出现的画面让我不寒而栗，有个人正在望着我家。在把照片放大后，我发现那个人就是早上看到的男人。惊恐之下，我又拉开了窗帘，透过窗帘的缝隙朝窗外看去，果然那个奇怪男人还在窗外看着我，我身体也控制不住地抖起来。随后这个男人好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般，堂而皇之地迅速走进楼梯，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他快速上楼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顺着猫眼向外望去，男人面无表情地停在门外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连续急促的门铃声之后，可能是见我长时间没回应，于是便干脆敲门。我的心脏也在他一阵阵敲门声中提到了嗓子眼，双腿也不听使唤一样瘫倒在地。突然门外的男人说话了：“你在吗？能开门吗？从前天开始，我注意到你家有点奇怪，你开下门，我来帮你看看。”听到这，我慌忙去抽屉里拿出了水果刀。我并不想具体听他讲什么，心里确信这个男人有问题，于是我冲着门外喊道：“我报警了，警察很快来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赶紧走。”果然，外面瞬间安静了很多。来不及多想，我赶忙开始打电话报警，并一边看着电脑里的照片，一边把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告诉警察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照片中男人所看的方向就是我家的阳台窗户，但是那里好像有个人，从体貌特征看那不是我。难道说家里已经进来了人吗？我惊恐的不敢言语。下一瞬间，听到身后的柜门慢慢被打开，我意识到不对，起身刚想往门口跑，一个粗犷的手臂锁住了我的喉，同时我嘴上被用一块奇怪味道的手帕遮住。他拖着我往房间里面走，我尽全身的力气想挣开他的手臂，但丝毫没有用。到了卧室，我被重重地甩在了床上，他面色狰狞，充满猥琐。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我仿佛听到房门被撞开的声音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我躺在医院内，身旁的警察给我描述了经过。由于近期入室案件频发，市里的刑警早就对我们小区进行布控，而那个所谓在楼下偷窥和跟踪我的男人，其实就是警察。由于不确定我屋内嫌疑人的身份，所以才对我暗中监视保护。在我受迫害的前一刻，如同天神般救了我一命。多日的压力和紧张，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，不争气地哭了起来。等我情绪平复些后，拿起手机开始看视频。这件事很快被报道了出来。下面有个评论：独居是女孩们的权利，而不是伤害她们的理由。我反手就点了个赞。居然有人要悬赏1000万杀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1小时前，刚下班的我突然接到了同事小美的电话，让我赶紧上网搜索下自己的名字，有人在网上恶搞我。于是我赶忙回家，搜到了这么一篇悬赏贴，有人出1000万要在30日的0点之前杀掉我，甚至还把我的名字、田语以及个人隐私曝光在网上。这难道是哪个无聊的人恶搞我吗？但不管怎样，现在的时间已经是晚上11点，我不由得心里生出一阵恶寒，拿出电话，赶忙打给了男友。可电话响了很久，一直无人接听。没办法，我又回拨了小美的电话，她也在尽力安慰着我：“你别太在意，可能就是谁的恶作剧。”虽然我迎合着，但心里总是觉得毛毛的。这万一有人当真了，那该怎么办？帖子上有我所有的信息，我抱怨着跟小美讲，我男友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短信也不回。听到这，小美还是仗义地说，等他20分钟，他这就来我家陪我。这时候时间已经是11点20，期间我并没有放弃给男友打电话，
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没人接。在时间到了11点40分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楼下一阵摩托车的声音。出于好奇，我拉开窗帘往楼下看去，只见一个男人昂着头朝我这边看来。我被那诡异的眼神惊到，赶忙关掉了所有灯，无助地躲在桌子下面，感觉心脏都快跳出来。突然，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小美。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，赶紧接起了电话。可没想到听到小美颤抖的声音：“小雨，我到你家楼下了，但是我看到你家阳台上有一个奇怪的人影，你快下来，我在楼下等你。”一瞬间，我感觉头皮发麻，也意识到家里肯定不能待了。我跌跌撞撞跑到了楼下，看到了在楼下等我的小美。来到她车上后，我才如释重负般松了一口气。阳台上真的有人影吗？是呀，还好你下来得快。下一瞬间，小美赶忙启动了车子，但顺着后视镜，我仿佛看到小美诡异的笑了。紧接着画面转到一个男人身上，男人叫高飞，是一个沉迷网游的宅男。晚上正准备倒垃圾的他，在垃圾桶上看到了一张奇怪的纸条，找到3个道具来救出公主。再看到上面还有地图提示，高飞想到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就玩一玩。好奇到底在耍什么花样，高飞顺着地图的指示来到了一个公交车站旁。在这里他发现了一个钱包，并且里面还有很多玛尼，心想着这下赚了。不过当他拿下钱包后，公交站牌上又发现了一个纸条，恭喜玩家获得了金币，并且继续附带了一个新地图。来到了下一个地址，高飞在公园的椅子上找到了一枚金戒指，纸条上的内容是恭喜玩家获得了魔法戒指。就这样，玩上瘾的高飞又找到了一把勇者之剑，其实就是一根撬棍，但这次地图上居然出现了公主的位置。既然都玩到这里了，那高飞自然不会放弃。顺着地图，他来到了公园的地下通道，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蓝色的袋子，公主就在这里吗？于是高飞右手拿着撬棍打开了袋子，但下一瞬间，高飞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，眼前正是一具女人的尸体。几乎是同时，在通道的另一头走来一个女人，还没等高飞解释，女人大喊杀人了，慌忙的逃跑并拨下了报警电话。高飞看着女人的背影，习惯性的摸了一下自己的脸，可结果发现手上都是血，显然是撬棍上的血。想到这里，高飞拿出了钱包，看到里面的证件正是开头和同事走的田雨。故事到此结束。直觉告诉我，家里肯定进来人了，因为我确定早晨走的时候马桶圈是放着的，但是现在它被人立了起来。我一直是独居，更是没有开马桶圈的习惯。惊慌之余，我赶忙给闺蜜小美打了电话，小声说道：“小美，我家里好像有人进来过。”我颤颤巍巍地跟她说了一番我的推论。小雨，你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？我现在就来找你。小美胆子比我大很多，她很仗义地准备来陪我。我也有想过报警，可总不能因为家里的马桶盖被立了起来就报警吧？警察也不会相信的，除非有证据证明家里真的进了变态。没过多久，小美来了，因为她的安慰，我也放松了很多。可能真的是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。随后我便准备洗漱，想着晚点跟小美一起追剧。当我走进卫生间后，我突然发现更诡异的事情，牙刷是湿的。我盯着牙刷紧皱眉头，这种东西都是早晨用完后就不会再动了吧？这是不是说明不久前有人动过它？可小美来到我家之后也没有进过卫生间，那会是谁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，手里的牙刷也掉到了地上。小美听到动静走了过来，小雨，你怎么了？这家里肯定进了变态了。我红了眼眶，浑身发抖，看着小美，你说他会不会还没走？我轻声说着。小美被我此刻的模样吓得一激灵，轻声说道：“小雨，那这样，我们先检查一下屋子里，如果真有人，我们一棍子打下去。”我们开始在屋内地毯式搜索，地方不大，很快就搜索完了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这样，我们先装好监控，如果真的录到了什么，那就有证据报警了。于是隔天，小美就帮我在家安装了监控设备，要是真拍到了，就更可怕了。小美下意识看向我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。听到小美的话，我更是不敢多想了。检查完监控没问题，便赶忙去上班。晚上因为下班的晚，回家时天已经黑了。小美因为被男友求婚，抱歉地跟我说她今天来不了，于是我只能硬着头皮自己回家。打开家门，我进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房间内有没有被动过手脚，再接着便开始查看监控器的视频。看到从早上8点半安装好监控设备后，房间内就没进过人，所以我便开始一直的快进。当我要快进到自己下班前时，都没看到人，不由得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想的太多了。可就在这时，监控中有情况了，一个男人鬼鬼祟祟地走进我的家。进屋后，
那男人就拿着我的东西开始一阵闻，之后还想翻看我的电脑。就是这时，我的开门声惊动了他，他匆忙地躲进了旁边的衣柜中。下一瞬间，房间内的灯亮了，我进屋了。看到这，我后背都被冷汗打湿了，有些惊恐地看向自己旁边的衣柜。没有意外的情况下，此刻那个变态就在里面蹲着。深夜，我浏览网页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一条奇怪的帖子。我杀人了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尸体，现在该怎么办？出于好奇，我点了进去，贴主是匿名发布的。紧接着看到了下面一群吃瓜网友的回复：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贴主你真搞笑，你怕不是自己在做梦吧？显然大家把这个帖子当作玩笑，这其中也包括我，抱着陪他玩玩的心情给他回复了。先尽可能的把尸体切成小块，加油哦！随着我不懈的努力，终于让我找到了好的学习资料。爱学习的我准备潜心研究一番，那么这一夜注定无眠了。隔天下班比较早，在吃泡面的时候，我又好奇的点开了那个帖子，想看看下面还有没有更有趣的回复。谢谢你的回复，我买了电锯，在浴缸里把尸体切碎了，居然也不怎么出血，你可以继续帮我吗？这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只是以为这个人蛮搞笑的，所以就继续回复道，把碎块包装好再分散丢掉就好了。然而隔天我就收到了一个这样的回复，今天早上把右腿扔了，完全没有被发现。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觉得不对劲，甚至有些害怕了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可其他的吧友还是觉得是贴主的恶作剧，都在嘲讽的回复，这样的结果就是逼得贴主做了回应。看来你们都不相信我，今晚我把证据放在庆春公园的地下通道里，请确认，但是有没有人敢去验证就是后话了。庆春公园，这不就是我家旁边的那个公园吗？我有些好奇贴主所说的内容是真是假，刚好贴主所给的地址离家不远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当晚的凌晨3点，我便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公园，来到了地下通道，一眼望去通道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在昏暗的灯光映衬下，果然在不远处发现了一个黑色包裹。我愣在原地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恐惧，脑子里浮现出包裹里血腥的一幕，可内心的好奇还是战胜了恐惧。我缓慢地拉开包裹的拉链，随着拉链一点点的撑开，映入眼帘的并不是血腥的尸块，而是一个摄像机。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放下，妈的，果然是被耍了。随后我便开始观察着摄像机，发现红灯闪烁，这明显是开机状态，镜头也是在对着我。就这样，在隔天，一篇标题为恐怖，摄像机拍到的震惊瞬间，视频火遍了各大网站。再点进去，你会看到提示：心脏不好的人谨慎观看。随后画面开始倒计时，接着男人就出现在了画面中。只不过就在他好奇的瞬间，身后突然出现一把刀子，扎进了男人的脖子，男人死了。然后画面一转，一个标题为“我杀人了”，内容是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帖子，发到了网站上。当他发完问题，镜头缓缓上移，使得我们看清了这个发问题的人，他正是小雨，而要处理的尸体也正是藏在他衣柜里的变态。我躲在衣柜里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小姐，您觉得房子还算满意吧？我听见那个男人开口了，相当满意。女人答道，现在房租这么便宜的，真是不多了。毕竟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，不必收那么多。我透过衣柜的缝隙看到了那男人的脸，相貌平平，并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不过，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焦虑。我听说这附近经常有小偷光顾啊。我心中一惊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该死，这女人说话真是不合时宜啊！这倒是不假，我们这管理的也不好，无业闲散人士也多，没办法呀。男人叹道。男人的声音刚响起，忽然又停住，似乎变得有些不安。小姐，咱们先出去一下。怎么了？女人疑惑地发问。小姐，我们出去说好吗？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，带着一丝颤抖。听见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终于走了。短短20分钟，如同世纪般漫长，我的全身上下都已被冷汗浸透。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小偷，而我是本应接见那个女人的房东。我有些眩晕，关于那个男人，我早就见过了，是个偷盗的老手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摸到我家。就在20分钟前，我在卧室里刚要午睡，却隐约听见一些响动。打开门一看，那男人正翻着我家的东西，手上拿着一把尖刀。他没有收获，转身朝我的房间里走来。我险些叫出声，好在他没看见我，我便躲进了衣柜里。他应该观察我很久了，他知道我每天中午都不在家，可我今天却一反常态，这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就在那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那男人的脚步声停了，紧接着便去门口问道：“是哪位？”“啊，我是要租房子的那个呀，昨天咱们还联系了呀。”一个年龄不大的女生响起。
我没想到那个小偷竟然顺理成章地演了一出戏，真是荒诞可笑。谁让我和那姑娘没见过面呢？我掏出手机，打算报警。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男人会不会对女孩不利，可我又想起刚才那诡异的一幕，那个男人完全可以等姑娘走后便将我家里洗劫一空，为何突然就要出去？大街上，李先生，刚才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就把我拽出去了？女人不解道。男人还没从惊恐中恢复过来，喘了几口气。你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？女人仍是不解。那个茶几上有一把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一字一顿地说，声音颤抖。手术刀和铁钳又怎么了呢？那不是你家的吗？不，你难道没听过最近的那些案件吗？近日有4起女性被杀事件，被害人的脖子被割破，随即又被凶手剥下脸皮，手指被铁钳生生扭断。女人想起了这条报道，被害人都是在家中遇害，凶手先是入室潜伏，待时机成熟，对被害人施虐。男人皱起眉头，凶器是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忽然想起自己撬开防盗门之前，发现防盗门似乎就有被撬过的痕迹，难道是……我擦了擦汗，打算推开衣柜门走出去，忽然怔住。刚才因为过于紧张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2个人的对话上，却忘记了自己的处境。那时为了躲避小偷，才急忙躲进了这里，并没发现异常。可现在我却有了些感觉，衣柜里并没有多少衣服，空间也较为充足，可我感到很拥挤，就像多了一个人。我屏住呼吸，此时除了我的心跳声以外，还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微弱呼吸声。我朝右手边望去，黑暗中隐约看见一张脸，仿佛在朝我笑，笑得很诡异。凌晨3点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你叫的代价到了。这通电话一下让我从睡梦中惊醒，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坐了起来，紧紧盯着黑漆漆的房门。没人敲门，但电话另头又传来了声音：你的代价到了，麻烦出来一下，将车钥匙给我。我迅速地将电话挂断了，脑海中不停地搜索着关于代驾的事情。可昨天晚上只是在外面和朋友喝了些酒，然后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感叹自己有车子，但是喝了酒开不了的痛苦，之后便自己走了回来，再然后便记不清了，只感觉脑袋晕沉沉的。我壮着胆劲悄悄地走到了门前，透过猫眼往外看去，果然门外站着一个身穿黑色高领便衣，头戴鸭舌帽，嘴上戴着口罩的男人，看着正出神。门口那男人突然地靠近猫眼，你应该就在门口吧，赶紧出来吧。我吓得一激灵，手上的手机突然掉在地上，在宁静的夜晚中显得格外的刺耳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回应道：你走吧，我现在不需要了。有病！男人骂道。过了片刻，在猫眼中便看不到那男人的身影了。我回到了床上，心中还是一阵心悸，到底是谁帮我点的代驾呢？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恶作剧？在自我猜忌中，我睡了过去。第二天，我几乎问遍了所有知道我住址的朋友，可却是一无所获。我愈发的感觉到事情的严重，索性便打算去朋友家住。也是因为凌晨发生的事情，让我产生了不安。小丽来了，我快速收拾了一些日常用品。小丽看着我收拾的这么快，随口说道：收拾的这么快，田姨，你该不会是和你新交的男朋友吵架了吧？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？我下意识地回答道：就是昨天你喝醉酒把你送回去的那个男的，还别说长得倒是蛮好看。田姨，你真有眼光。小丽还没有说完，我就已经愣在原地了。男朋友？昨天把我送回家的。我昨天不是自己一个人回来的吗？我的心脏开始剧烈的跳动。昨天居然有个陌生的男人送我回家，那他会不会趁我意识模糊的时候？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小丽看着我有着惊恐的表情，也多多少少意识到了。田姨，田姨，小丽将我唤醒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了？我没有正面的回答他，只是愈发的焦急，甚至有一丝眼泪在打滚。小丽，你别问了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快点去你家里好吗？小丽看着我焦急的样子，也没有多说，便和我一起来到了地下室中的停车场里。小丽开车带着我来到了收费口，看了我一眼，可我却发现自己的手机忘记在家中的鞋架上了。我慌了，这代表着我要重新回到那个家中拿手机。我有些惊恐的看了看小丽，我手机忘记拿了，钱都在那个上面。那你去拿呀，愣着干啥？小丽似乎看出来我的犹豫，便说道：要是你能开车的话，我就帮你去拿，毕竟我们已经排队马上要过停车场出口了，后面还有车子。想到这里，我也没有再多说，只身一人就回到了家的楼下。我在心中不停地暗示自己只是开门拿手机，然后就离开，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我重重地呼出了一口气。家在12楼，我点开马上关闭的电梯，应声打开，里面还有着一个长相秀气的男人。不过我现在并没有心情去欣赏，只是按下了12层的按钮，而那个男人按下的是13层的按钮。正在我心中疑惑什么时候13楼还有这样一个帅哥时，电梯依然来到了12层。我忐忑地来到了门口，并反复在心中消除自己的恐惧。打开门，由于现在是晚上，屋内漆黑黑的，朝着四周看了看，并没有什么异样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正想顺手抄起鞋架上的手机时，突然我感觉到脖颈有一阵火辣的疼痛感，紧接着就是强烈的窒息感传遍全身，血涌上脑。我惊慌的想要挣扎大喊，可是嘴里发不出任何的声音。我身体一软，意识陷入了黑暗。再次醒来后，身体的疼痛感让我一下子清醒了不少。我看了看四周的环境，这是在我的家中，我被紧紧地绑了起来，身体动不了了。你终于醒了。黑暗中突然出现的身影让我的心脏一下提到了嗓子眼，身穿高领黑色便衣，鸭舌帽加口罩，是那个代驾。
看清后，我的瞳孔也不由一震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绑架我？你知不知道这样是犯罪的？我恼怒地说道，心中的恐惧也消减了不少。那黑衣男没有正面回答我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：“现在你的命在我的手上，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。”我身体一僵，我本是打算先拖住他，等到小丽发现事情不对劲时一定会回来的。我故作镇定：“你打算干什么？”黑衣男冷冷地笑出声来，随后双手抱着头开始失声大笑起来，整个人疯疯癫癫的。我的脸色也愈发的难看了起来。我不怕被绑架，但我怕绑架我的人是个疯子。在我惊恐时，黑衣男说了一句令我琢磨不透的话：“只有杀你们，我才有活下去的可能。”近乎疯狂的语气，他朝着我走来了，手上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把菜刀，在我的惊呼中朝我砍了下来。和想象的不同，我并没有感到任何的疼痛，只是感觉身体异常的疲惫。我慢慢的闭上了眼睛。你的代价到了。一通电话声让我猛然的惊醒，我睁大了眼睛，惊恐的看着周围的环境，发现那黑衣男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，而我此时却回到了床上。